宝宝，快来喝妈炖的牛奶燕窝，喝了对女人好。婆婆端着一大碗精品燕窝和从新西兰空运来的鲜牛奶走了过来，亲昵地拿起勺子，一小口一小口地喂我喝。谢谢妈。我放下手中的新剧本，慢慢品尝。作为娱乐圈的资本大佬，我的婆婆年轻的时候运筹帷幄，老了便退居幕后，但在鼻息之间也能掀起圈子的惊涛骇浪。作为实力宠儿媳的珍惜好婆婆，妈每次都会把大制作的剧本让我亲自过目，挑着演。咋样，宝宝，看上哪个了？开口，妈出面。婆婆说着，用手将粘在我嘴唇上的一滴燕窝碎擦掉。妈，我觉得这个战神崛起的男主高大威猛，骁勇善战，很适合我演。燕语唯唯诺诺地插嘴，要是不开口，还真忘了，我婆婆的亲儿子还在这里。婆婆满脸嫌弃地看了她一眼，你哪点和高大威猛沾边？可别把一个骁勇善战的勇士演成一个痴呆了，我燕家的钱可不是大风刮来的。婆婆拐着弯地拒绝了老公的请求，随后便拿起剧本替我钻研起来。这个不错，女主聪明伶俐，还是最火的大女主风，很适合我们宝宝。这个也还行，校园青春风，听说男主角定了当代新晋主流，宝宝你不是最喜欢他了吗？要不趁着拍这个剧的机会，便携式追星一下。婆婆随随便便拿起了一个剧本投资的零头，就比老公那个小电影多得多。此刻燕语的眼神说不上幽怨吧，但是心碎是肯定的。显然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日子。没办法，作为圈内资本大佬的儿子，我这个老公颜值和身材还算看得过去，可演技宛如机器人，歌喉像是被上火的尿渍果，跳舞的时候像脑瘫，就连最简单的综艺节目也能搞成烂片一样的收视率。虽说家大业大，可钱投进去那么多，还不见一丝火花。睿智精明的婆婆果断放弃他，开始全身心关注我。结婚3年，我那软蛋老公的家庭地位退化到连看门的狗狗阿黄都不如。就在我们一家2口一家3口其乐融融的时候，一个不速之客出现了。阿宇，我回来了。燕语曾经的初恋，也就是白月光徐欣欣回过来。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燕家的庄园别墅，到燕语面前刷存在感。看见美人穿着淡薄的白纱裙，站在门口的风里摇摇欲坠，燕语的眼神要多心疼就有多心疼。燕语，我出国的这几年好想你，飞机刚刚落地我就马不停蹄来找你了，你过得好吗？徐欣欣说着就想踏入豪宅，可门口的阿黄率先不乐意了。汪汪汪！连续3声的狂吠吓得徐欣欣站在原地动都不敢动。燕语倒是想上去，可是碍于婆婆和我，终究是没动静。好狗！张妈，晚上给阿黄做牛排和排骨汤。婆婆立马奖励道。而阿黄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，竟直接跑到徐欣欣身边撕咬起她的白裙子来。光天化日是谁呢？我看着燕语难耐的样子，故意问道。可能是哪个叫花子吧，还想你？我看是想你的钱。婆婆则不给分毫面子，朝着刚要动脚的燕语说。妈，不是这样的。燕语立马护着。啊！救命！阿宇，快救我！这条死狗！死狗！放开欣欣！燕语最终还是忍不住跑过去了，可还没等迈出步子，就被婆婆一个勾脚绊倒，最后摔了个狗吃屎。逆子，阿黄论辈分还是你小叔呢，吃屎了吧你，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。我在旁边轻笑一声，眼睁睁看着燕语跑过去将阿黄赶走，扶起被吓倒在地的徐欣欣。对他这样的行为说不上心疼，只能说是毫无感觉。毕竟过日子是我婆媳俩，她充其量就是个暖床的，而且还不太行。阿姨，你怎么能这样说阿宇？还有，我这次回国不是为了阿宇的钱，是为了爱情。4年前我是不得已才放弃和阿宇的感情的，
这次我回来就是要找回从前的我们。徐欣欣被燕语扶起来，满脸委屈。呵，婆婆轻笑一声，4年前你不知道他是我儿子的时候，抛下他义无反顾和一个60多岁的老男人出国了，现在知道他的身份就马不停蹄回国，可真是巧啊。怎么是没伺候好那老男人被踹了，想找我家这个二货接盘？婆婆的3言2语就让燕语想起了当初的屈辱，她一脸痛心地放开徐欣欣的胳膊，走回我们身边。欣欣，我现在已经结婚了，你还是走吧。老公啊，你语气好像有些怜惜和不甘呢。我故意问道，婆婆立马炸毛。你贱不贱啊？家里的美娇妻放着不理，去吃外面的屎。婆婆使劲揪着燕语的耳朵，耳根处隐隐约约似乎有血丝渗出来。阿姨，你不要这样对阿宇。我当初离开也是有隐情的，我不是那种贪慕虚荣的女人，否则我为什么会在国外待4年才回来找阿宇？徐欣欣愈哭愈气。燕语听到这话立马站不住了，白月光的杀伤力可真是厉害，就连鲜艳的绿帽子都盖不住。好了好了，要开饭了，张妈你去倒倒垃圾，晦气。婆婆不给那个女人继续说下去的余地，直接和跟了她多年的张妈说道。不愧是婆婆身边的人，只见张妈端着一盆脏水就泼向门口站着的徐欣欣，紧接着就拿着拖把开始拖门口的大理石地板。啊！徐欣欣显然没想到区区一个保姆竟敢如此对她，吓得大叫起来。看什么看？脏东西！这水是什么？怎么有股味道？徐欣欣身上的白裙子湿透了，黑色的内衬衣服若隐若现，身上也漂浮着一股臭味。哦，是我洗臭袜子的水，辟邪。张妈淡淡说着，站在门口的徐欣欣立马抓狂。阿宇，你看看他，我都脏死了。燕语没耐得住他娇滴滴的撒娇，还是快步走了过去。燕语，你要是再敢往前一步，今晚你就跟他一起睡大街去吧。别忘了，你现在吃的喝的用的可都是老娘赚回来的，全家上下就你一个废物吃白饭的，别他妈得寸进尺。婆婆一句呵斥，吓得燕语停住脚步，而张妈也适时关上了大门。阿黄在门口汪汪汪直叫唤，婆婆拨打了保安的号码。喂，保安吗？你们怎么搞的？怎么把乞丐放进来了？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快找人把扔出去啊！保安效率很快，不过一会儿，徐欣欣张牙舞爪的声音就消失在了别墅外。本以为徐欣欣经过这次教训会消停一段时间，可没想到第2天录节目的时候，她作为一个几年前出国的胡咖空降直播间，无下线的节目组为了搞事情，故意把她安排在了我旁边。毕竟圈子里我和燕语还有徐欣欣的关系，那是人尽皆知。娱乐圈太子爷当初为了这个初恋闹得轰轰烈烈，差点和母亲断绝关系，也要出国找寻真爱。可在母亲的施压下，还是把我这个女人娶回家。好巧不巧，她上节目穿了一件正红色旗袍裙，显得端庄大气，而我身上则是一条偏粉的裙子。节目开始，主持人就为了热场夸赞了我们的服装美丽。穿正红色在古代可是正房，只有小妾才会穿粉色。徐欣欣暗戳说了一句。直播间知道燕语和他往事的观众齐刷刷刷屏，这是来宣示主权。什么主权？小三刷存在感罢了，茵茵加油，打败小三。这不就是变相说咱茵茵是小的吗？臭不要脸！显然他这句话就是冲着我来的。看着开屏暴击的留言，我脸色还是那副得体的笑容。主持人也显然没料到开局就会这么激烈，将话筒递给了我。我们茵茵怎么看呢？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还大房小妾那一套？清朝都亡了，这么还有人过小脑呢？现在的婚约承认的是结婚证，而不是谁穿的衣服比较红。我这句话一出，
旁边的徐欣欣脸色明显不好看了。再加上娱乐圈混我有婆婆撑腰，一向走直女风，想说啥说啥，主打的就是真诚，而恰恰现在的粉丝吃的就是真诚，我也因此大红大紫，粉丝立马站出来力挺我。茵太帅了，茵说的对，旁边那谁呀，隔着屏幕都闻到他裹脚布的味道了。今天的节目主体是忆青春，那些年美好的爱，不知几位心中有没有哪些人或事一直暗藏心底，至今难忘。主持人又开始搞事，听到这句话的其余嘉宾都倒吸一口凉气，为我捏一把汗。随后他们都一一客套地回答了问题。可到了徐欣欣这里，她果然又忍不住开始作妖了。我最记忆深刻的恋爱是和阿宇，记得当初第一面的时候，他就无法自拔地爱上我。徐欣欣开始自顾自回忆起他和燕宇曾经的美好，根本没有把我这个原配放在眼里。徐欣欣是燕宇的初恋，但内心却是个十足十的拜金女。我那个二货老公当初没什么见识，几下撩拨就无可自拔地爱上了徐欣欣。当时的徐欣欣名牌包包首饰想要啥有啥，可他却不知道燕宇就是娱乐帝国霸头张兰的唯一儿子。像徐欣欣这样的女人哪会收手？遇到更好的金主以后，便抛弃了那个二货，和人家双宿双飞了。可还是吊着燕宇说自己出国是为了深造。后来还是婆婆出面打破了燕宇的幻想，那个女人只是跟老男人跑了。可爱在情深处又是初恋，徐欣欣就这样成为了燕宇心中的一道白月光，只不过绿得发慌。而我嫁给燕宇，则纯属是因为我那个宠人的婆婆看中我心地善良婆婆，做主让我嫁给她那软蛋儿子，并且给我10个亿让我做。早就看透情情爱爱的我，义无反顾投入了婆婆的怀抱。男人哪有钱来的香？做对专心搞钱的女人来说，男人本就是生活的点缀，哪比得上一个善解人意又疼人的婆婆来的合算？就这样，我便在婆婆的撮合下和燕宇结了婚。婚后，我和婆婆就过上了没羞没臊的2人世界。而燕宇和我还算恩爱，再加上婆婆的压力，我的婚后生活很是滋润。可自从昨天徐欣欣露面后，燕宇就背对着我睡觉还打呼噜，被我一脚踹到了客厅。睡眠轻的婆婆又把她从客厅踹到了别墅外，到最后她在阿黄乘凉的小窝里度过一晚。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。徐欣欣说完最后一句话，挑衅地看向我。主持人一脸兴奋地将话筒递给我，直播间人数暴涨，都是来看戏的。收视稳了，爱情不分先来后到，但分礼义廉耻。况且我对于爱情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并不是很不看重，强者从不患得患失，以言语挑衅来彰显自己。那茵茵最看重的是什么？我甜甜地朝屏幕看去，钱，哈哈。一旁的徐欣欣笑出声，别人不知道，我可心里清楚得很，豪门媳妇最难当了，尤其是这婆媳关系。当初我要不是因为受不了豪门之中的那些争斗，早就嫁进去了。徐欣欣的一句话又带有指向性的将话题转移到我和婆婆的关系上。我记得欣欣姐姐不是因为婆媳关系才没有嫁入豪门吧？记得当时欣欣姐姐义无反顾跟那个资本大佬出国的时候，妈说她压根没见过你呢。我不加丝毫掩饰，反正我和她的关系在这圈子里也不是什么秘密。是啊，谁不知道她当初我看上有钱人才跑了的，就是自己嫌贫爱富，捡了芝麻丢了西瓜，现在回来刷存在感了。弹幕的谩骂一重接着一重，徐欣欣脸色不好看了。可因着她刚刚那句话，网上的网友也纷纷对我和婆婆的婆媳关系起了疑问。豪门媳妇是不好当，不知道我家茵茵有没有受欺负？听说豪门一向看不上艺人，茵茵在家有婆媳矛盾吗？因为关系到了我的资本婆婆，主持人只能把这一爆点话题当作没看着忽略了。然而节目一结束，豪门婆婆力宠儿媳的新闻就报上热搜。
原来是婆婆看了我的直播，特意出面在社交平台力挺我。我家茵茵今天搬砖辛苦啦，妈做了你最爱吃的排骨，快回家吃。配图是婆婆亲自下厨的照片。与此同时，各大奢侈品店立马晒出婆婆给我买珠宝的订单，单位都是以千万起步。再加上当初结婚婆婆放下话给我10个亿让我做的新闻又被翻出来，婆媳不和的猜疑立马烟消云散。软蛋老公的软磨硬泡下，婆婆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将我新剧本的男主施舍给他。一来是为了看着这个男人，二来也是增进一下我和他的感情。谁料进组第1天，就让人看到了一个熟悉又讨厌的面孔。姐姐，阿宇也是看我刚回国，才说通导演给我女二的角色，姐姐不会生气吧？徐欣欣一脸耀武扬威，就连她身边的助理都跟着神气起来。看那神情，她好像已经挤掉我上位燕家少夫人了。只有我心里清楚，燕语随便，可是这燕家女主人的位置只能是我的。啊，有这回事？我看着身边唯唯诺诺、一脸心虚的男人，嫌弃地摇了摇头。老婆，我也是看他可怜。我们燕家的钱可不是大风刮来的，让你进组当男主角，不过是陪我解闷，你还真当自己是个玩意了。我毫不客气地当着一众人面前数落燕语，周围人都惊呆了。大概他们也没料到，我一个堂堂嫁入豪门的女演员会如此对待圈内太子爷。可燕语心中清楚得很，她也就外面威风，回家屁也不是。老婆看着燕语乖顺的样子，徐欣欣怒气冲冲地将她一把拉过身边。阿宇，他算什么东西？这好歹是你燕家投资的剧本，你是燕家的独苗，将来唯一继承人，难道还怕他不成？燕语听见这话，咽了咽口水。周围人眼神的扫视下，他还是抬起头，可是跟我对视一眼以后，就立马低下。老婆，平时都是你说了算，这次你看好啊，我看在你是妈的儿子面子上，才说服妈让你进组，没想到你居然这么不知好歹。既然你这么可怜这个女人，那就跟她一起滚吧。我下了逐客令，可徐欣欣却不依不饶。她为了傍大款淡出娱乐圈这么多年，这次回国一来是抱紧燕语这个摇钱树，二来想靠着这个角色吸一波粉。你算老几？不过是一个戏子，你真以为张兰把你当回事了？少狐假虎威了，阿宇才是燕家唯一的血脉。你算什么东西？阿宇，不用怕他。徐欣欣拽燕语的胳膊，示意他跟我硬碰硬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燕语今晚很大可能又要睡狗窝了。一旁本打算赶走二人的导演听见这话，也迟疑地停下了脚步。毕竟一边是太子爷，一边不过是个嫁入豪门的艺人，在我们燕家，茵茵说了算，燕家的一切将来都是茵茵的。你说他算老几？现场一片混乱的时候，婆婆中气十足的声音出现：夏导演，我投资给你就是为了让我家茵茵开开心心拍戏，怎么第一天就这么晦气，出现这两个讨吃鬼？婆婆在一群董事的拥簇下来到片场。妈，燕语看见婆婆来了，就像惊弓之鸟一样，像泥鳅一样从徐欣欣身后跑到我们这边。啊！一声凄厉的声音响起，婆婆将燕语一脚踢倒在地。蠢货！要不是因看你可怜，整日无所事事，说服我让你进组，你以为凭你的本事能接到这句？如此不知好歹，你可以滚了。处理完这一个，婆婆刀一样的眼神就锁定了早就害怕的淡到角落里的徐欣欣。又是这个贱人！不等婆婆指示什么，一旁的1.8米保镖就过去强硬将徐欣欣按在地上。居然敢挑拨我们婆媳关系，给我打！婆婆恍如将军在世，一声令下，片场就响起了噼里啪啦的巴掌声，像是过年一样热闹。阿姨，阿姨，我错了。啊，阿姨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放过我吧，我还要靠着这张脸吃饭呢，阿姨。徐欣欣一直求饶，
可婆婆却不理会，直接拨通了影帝江淮的电话。茵茵啊，你不是一直喜欢江淮吗？这次的男一号换他了，你也能借着这次机会便携式追星一下。婆婆挤眉弄眼朝我说道。妈，你最好了。我开心地扑到婆婆怀里，用脑袋蹭了蹭婆婆的肩膀，哄得婆婆那叫一个高兴。兰姐，这个女人怎么处理？徐欣欣的脸肿成了猪头，而害怕被责罚的燕语早就被婆婆的人强势带回了。垃圾当然是扔到垃圾桶，这还用我说？婆婆很是傲娇地说道，就连眼神也没给一个。徐新飞但没进组，反而被当成垃圾扔出了剧组，而影帝江淮也随后到来。真是妙啊，对着这样一张帅到惨绝人寰的脸拍戏，不比那个二货强。为了监督我好好吃饭，婆婆几乎是住在了剧组。哎呦，可真是郎才女貌啊，这样的剧播出去，光靠颜值这收视率就稳了呀。我们茵茵真像仙女，那个混小子要不是从我肚子里出生，我都想撮合和江淮了，那小脸蛋身材简直绝了。茵茵和江淮真是配一脸啊。婆婆在片场在线磕我和江淮的 CP， 并且止不住贬低自己的儿子。一旁的江淮可谓是如坐针毡，如履薄冰，搞不懂他脑子里怎么想的，怎么会磕他跟自己儿媳妇的 CP？ 凡事总归是资本，即便江淮心中不舒服，也只能陪笑。我和婆婆在剧组开开心心的过二人世界的时候，燕语跟着徐欣欣跑了。徐欣欣社交平台秀出的燕语安详地睡在她旁边的照片后，婆婆立马拨通燕语的电话。你个混蛋小子，要不要脸啊？有老婆不回家，跑去别的女人那里鬼混。婆婆劈头盖脸地数落燕语。哼，你和那个女人就知道整天贬低我，只有欣欣会鼓励我支持我，看到我的优秀，我不回去了，那个家谁爱待谁待着吧。你和那个女人过日子去吧。不知徐欣欣给燕语灌了什么迷魂汤，燕语居然大着胆子顶撞婆婆这一家之主。与此同时，徐欣欣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大篇小作文，明里暗里指责我趁虚而入。关键是燕语这个贱男居然还给他的发言点赞了，这我能忍？我能忍，我的粉丝也不能忍，我的粉丝能忍，我的婆婆也忍不了。跟不上时代了，现在的小三都这么嚣张吗？是啊，谁不知道徐欣欣是个贪慕虚荣的主，被那个老头甩了，得知燕语太子爷的身份才回国的。要说他目的可不单纯。楼上那个嫁入豪门那个不是为了钱，你敢说你家茵茵就不是为了钱吗？网上因为徐欣欣这一波言论骂战四起，甚至不少人来我账号下奚落我。好在现在大部分的网友眼睛是雪亮的。燕家的当家主人可是张兰，燕语不过是个一事无成的软蛋，即便徐欣欣勾走那个男人又如何？没有燕家燕语算个屁。就是现在谁不知道茵茵就是兰姨的心头肉，就连导演都说以为他们两个是亲母女，燕语是捡回来的。可再怎么说，燕语起码是燕家的唯一血肉，张兰也不能傻到把钱都留给茵茵一个外人吧。这边网上吵得不可开交，不知名狗仔立马爆出了婆婆每个月给我的天价零花钱，以及婆婆转给我的股份，市值加起来值几千个亿。我的天哪，兰姨真是实力宠儿媳。是啊，一个月1亿零花钱，这哪是婆婆，这就是亲妈呀。茵茵妥妥的人生赢家，这进娱乐圈不就是体验生活的？婆婆不动声色地给这些言论的网友都点了赞，一时间网上又是一波热潮。茵茵不用担心，不过是婊子配狗，咱们两个才是一家人，不用理会他们。婆婆一边安慰我，一边下令彻底封杀了徐欣欣和燕语，不准给他们任何赚钱的机会。燕家在娱乐圈只手遮天，想堵住谁的路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。燕语我了解，不过是一个吃软饭的软蛋，只要婆婆站在我身边，就不怕她掀起什么风浪。
这天拍完最后一场戏，婆婆特意带我去最喜欢的日料店，谁知正巧碰到了那对狗男女也在这。徐欣欣拿出一股得意的姿态，挽着燕语的手臂：“姐姐好，阿姨您今日也得空出来吃饭啊？”燕语看到我和婆婆，本来还害怕的想躲开，可徐欣欣这一举动下，她竟也收起了平日里一副软弱的样子。妈，我和欣欣是真心相爱的，谁都别想拆开我们。燕语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，完全忽略了我这个原配的感受。好啊，那就让我看看你们还能伉俪情深多久。说完，婆婆掠过他们，径直带我来到提前订好的包厢，随后便冻结了燕语所有的银行卡。吃完饭下楼的时候，结账处有人起了冲突。你们看清楚了，我可是燕家的燕语，堂堂娱乐圈太子爷，我怎么可能没钱？一定是你们的机子有问题！燕语大喊大叫，全然没一副富家子弟的样子。一旁的徐欣欣也狗仗人势，不把服务员看在眼里。婆婆见状，让助理去结账，拉着我默默绕道走开。你去买单，别管那个小子的死活，丢死人了。说罢，婆婆带着我火速远离现场，脸上止不住的嫌弃。助理回来后报告，最后还是徐欣欣出面买单。我看这个混小子还能坚持多久？茵茵啊，燕家是时候培养一个新的继承人了。车上，婆婆像是将什么生死存亡的希望寄托到我身上一样，一副委以重任的样子看向我，一股豪门太太的责任感油然而生。燕语离开家2个月，婆婆带着我又是上综艺，又是参加高级宴会，还时不时带我去股东大会观摩学习。一时间，燕家放弃燕语这根葱，转而培养儿媳作为接班人的消息四起。而婆婆也确实开始教我各种上流社会的为人处事和行商之道。2个月来，跟着婆婆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女强人，我可谓是收获颇多。频频跟着婆婆露面，就连我都怀疑婆婆是不是真的要把燕家交给我了，连带着我在上流社会的地位也变得高大。以前的我在圈子里凭借燕家儿媳的面子还算是顺风顺水，可自从婆婆开始培养我开始，我明显感觉到那些富太太看我的眼神不仅变得敬畏，甚至在我面前会小心翼翼察言观色。这2个月来，我混得算是风生水起。谁能想到，我一个普通家庭出生的女人，凭借实力宠爱媳妇的婆婆，能够在上流社会迅速站稳脚跟，而且因着我聪颖能干，才干也逐渐显现出来。我大学的专业本就是工商管理，进娱乐圈也是追逐一个演员梦。婆婆的点拨下，我就能对商场上的这些事摸得透透的。婆婆看我的眼神满是骄傲和欣慰，更加用心地教我。不少人都夸我身上颇有婆婆曾经的影子，戏子上位的标签也逐渐在我身上淡化。我这边占尽风头，许欣欣和燕语那边坐不住了。毕竟燕语作为一个一事无成的败家子，在家里连狗的地位都不如，再加上婆婆断了她和那个女人所有的后路，挥霍完徐欣欣那点钱以后，他们就走投无路了。这不，改天燕语就带着徐欣欣上门了，逼着婆婆和她分家产。我不管，我起码是燕家唯一的血脉，妈你就把我的那份给我吧，至于你和这个女人以后怎么过都不关我的事。燕语离开家几天，语气也硬气起来。想以前她怎么敢明目张胆地和婆婆讨价还价？你的那份，你为这个家做什么了？家里的哪一份钱是你赚的？你怎么有逼脸来分家产？婆婆一句话将燕语的下半句话堵回去了。是啊，家里的钱都是婆婆作为一个单亲妈妈打拼下来的，和这个软蛋没半毛钱关系。我坐在婆婆身边，嗑着瓜子看好戏。妈，我可是你唯一的儿子啊！燕语见状，开始打起同情牌。有还不如没有，要不是你现在还有点用，老娘早把你这个蠢货扫地出门了，和你那个便宜老爹一个货色。果然基因这回事那是有些玄学在里的。婆婆很是惆怅地说道。
我知道她肯定又是想起死去的燕语她罢了，跟燕语简直如出一辙，而且花心，婆婆早年没少流泪。见婆婆软硬不吃，徐欣欣终于按耐不住了，她将一张确诊怀孕的单子摔在了桌子上。阿姨，送您的礼物，我怀孕了，孩子是阿宇的，这是燕家第一个长孙呢。徐欣欣眼神透露着得意，一脸挑衅地看向我，我心里还真咯噔一下。婆婆这些年确实是想要一个孙子，对于燕宇这个儿子确实厌烦，可对我好的根本原因，除了我招她喜欢，最重要的就是婆婆希望我能给燕家生一个孙子。燕宇这个大号练废了，燕家需要一个继承人。看到我的神情，徐欣欣显然得意到不行，婆婆却一如既往一脸淡定。我问你，你肚子里真的有孩子？这阿姨，当然是真的，这还有假？肚子里是燕宇的孩子，千真万确。徐欣欣虽然神情愣了片刻，可还是底气十足地说道：我问你的是，你肚子里怀的到底是屎还是孩子？你心里清楚。婆婆的眼神上下打量着徐欣欣，盯得对方一动不敢动。妈，当然是真的，我亲自陪欣欣去医院检查的，肯定不假。燕宇也很是激动，她这下终于可以扶平子贵了。闭嘴，我没问你。婆婆一声训斥，将燕宇吓得原地不再出声。紧接着，婆婆又将脸转向徐欣欣，你这个贱人，居然还有脸回国，不怕你在国外做外围女的事情曝光啊？徐欣欣咯噔一下，神色紧张起来。阿姨，您瞎说什么呀？啊，你不说还真以为我不知道，天下就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我燕家的大门可不是随随便便什么女人都能踏进来的。至于燕宇这个烂黄瓜，老娘早就放弃了，我今天就把话放这了，我燕家的一切都跟燕宇没关系，你要是想收留这个蠢货，那就拿去吧，省得整天在我这里白吃白喝的。说罢，婆婆将自己名下的财产一一拿出来，全部都写的我的名字。徐欣欣不可置信地拿起房产证和股份书一个个过目，还真是。比起徐欣欣，我更震惊，我居然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娱乐圈最大资本。婆婆真的把燕家的一切交给我，燕家的一切如今都在我的名下，别说燕宇那个货色，就连婆婆也不占名的。这怎么可能？她柳茵茵不过是小门小户的家庭，凭什么？你们这群蠢货被人家骗了，2个蠢货。许欣欣见状也不装了，她接近燕宇就是为了燕家的钱，知道自己1分钱拿不到以后，索性本性暴露。欣欣，你什么意思？被骂了的燕宇看着张狂的徐欣欣问道：什么意思？你还看不出来吗？燕宇，我跟你完了。徐欣欣说着就要撒开手离开。你别走，你个贱人，老子把身上的钱都给你花完了你就跑，没良心的。为了给你买包，我特意回来问我妈要钱，你不能这么抛下我走。燕宇死死拽着徐欣欣不让她离开。行了，你个蠢货，看在你是我儿子的份上，我就再给你一份大礼。婆婆说完，甩出一沓照片，上面都是徐欣欣衣衫不整和一群男人厮混的样子。那群男人都是40、50岁的人，徐欣欣坐在他们大腿上，笑的那叫一个灿烂。更有很多糜烂不堪的场面，像暴击一样将燕宇定在原地。燕宇早就患上了弱精症，你根本不可能怀上他的孩子，还想骗我，也不想想你是什么货色，一只进口的烂鸡罢了。婆婆说完，徐欣欣像是发现什么一样，她一把甩开燕宇，嚣张地冲到我面前。既然你儿子不行，那柳茵茵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徐欣欣满脸幸灾乐祸地看向我，婆婆也随之扭头。茵茵，这是真的吗？你怀了？我放下手里的瓜子，乖巧地点了点头。其实那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就知道了，怀孕6周。而那天我碰巧撞见了徐欣欣去医院，也让徐欣欣知道了我怀孕的事情。怎么样，老太婆？
你儿子就是个太监，在床上不超过30秒，就他这样你还想抱孙子，真是恶有恶报啊！燕家的家产马上就要拱手让人了。徐欣欣故意火上浇油，说的燕语脸色很难看。她确实不太行。太好了，茵茵，我要做奶奶了。出人意料的，婆婆十分高兴地握起我的手。手怎么这么冷啊？是不是穿的少了？你看你怀孕了也不告诉妈，出事了可怎么办？婆婆欣喜地给我披上外套，留下一脸茫然的徐欣欣。你儿子被绿了，他怀的是个野种。我不忍了，直接一巴掌扇在徐欣欣脸色。婆婆紧接着又送上去3个，直接将徐欣欣扇猛在地。看来那天的巴掌没让你长记性呢。我得意地看向流出鼻血、狼狈不堪的徐欣欣。茵茵肚子里怀的就是我燕家的骨血，你个烂鸡早就被人玩烂了，不仅没有生育能力了，心思也歹毒，还想给我家茵茵身上泼脏水。婆婆叉着腰护在我前面，不给你点颜色，看看你还真不知道我张兰是吃肉喝血的。你想干什么？徐欣欣被婆婆凶神恶煞的样子唬住，身体止不住地后移。滚！婆婆说罢，徐欣欣屁股尿流地跑出了燕家的别墅。处理完女人，还有一个唯唯诺诺的男人。燕语看着徐欣欣毫不犹豫离去的背影，脸色扭曲。妈，我是被他蛊惑的妈，我不是有意跟你对着干的，你也滚！婆婆一脚将她踹倒在地。茵茵怀孕了，你也没什么用了，给我有多远滚多远，我张兰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。婆婆不留情面地将燕语也扫地出门了。其实早在燕语1年前检查出弱精症的时候，婆婆就早做打算了。而我这次怀孕成功，也得益于婆婆提前储存在医院精子库的燕语的种子。燕语虽然被婆婆赶出家门，可好歹也是自己的亲儿子。婆婆将一笔资产交给第三方，每个月给燕语2万的生活费，正好是 S 市的平均工资，够她吃喝活下去，便不再管她的死活。而我在怀孕期间更是彻底淡出娱乐圈，转而学习经验燕家家业。随着肚子越来越大，婆婆像亲妈一样越发万事俱细地照料我，有时候甚至赛过我的亲妈。我跟婆婆的关系也因着孩子的到来变得更加亲密。怀孕9个月后，我好不容易得了间隙休息备产，婆婆也开始安安心心陪我在家，准备迎接孩子的到来。妈，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对着给我揉肩捶腿的婆婆问道。对于家产全部转到我名下这件事，我是真没想到。说实话，当时的我也着实吓了一大跳。茵茵，你猜妈，我这么努力这么拼是为了什么？婆婆问了我一个这样的问题。为了好的生活。不止如此，更是为了我自己。当初年少无知，觉得爱情大于一切，我抛下一切和燕语的亲生父亲来到这里。婆婆开始对我一点点诉说往事。当初风华正茂的婆婆为了爱人背井离乡来了 S 市，可没想到燕语他爸就是个混蛋，整天游手好闲，好吃懒做，还经常赌博打骂她。直到婆婆怀孕后的一天，她被追债的人打死在街头，婆婆才活出头。生下燕语以后，婆婆以为生活有了希望，为了自己和儿子的未来，婆婆从一个小凉皮店硬生生开出了连锁店。到最后自己学习理财投资，趁着金融红利大赚一笔以后，开始了开挂的人生。可也就是在有钱以后，婆婆看出来燕语的无能。燕语遗传了她爸爸的一切，好吃懒做，无所事事，将她的付出视作理所当然。可能在那个时候起，婆婆就看出了燕语不是个好的继承人人选。为此，她对燕语严加管教，并且不准燕语利用太子爷的身份出去，以此来杜绝一些不怀好意的女人接近。徐欣欣就是这样被迷惑过去，才甩了燕语。直到婆婆遇到我，一个18线娱乐圈小透明。
我在办公室拒绝潜规则，并且强烈谴责投资方差点被打死的时候，婆婆出面为我解决了一切。在我身上，她看到了曾经自己不服输不屈服的样子，外加她调查了我的身世，父母都是教师，也算得上是书香门第。经过一系列的考验过后，内心真善美的我被选中了，不是作为燕家媳妇被选中的，而是作为燕家的继承人被选中。我本以为婆婆是为了让我给燕家生长孙，所以才对我百般宠溺，可我没想到的是，婆婆在我还没怀孕的时候，就毫无保留地将燕家的一切交给我。女人啊，还是要靠自己，只有靠自己得到的才有底气。我实在是不敢相信基因了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事实证明我没赌错。婆婆又对我说道。原来婆婆根本就不把燕家的血脉放在眼里，燕宇患有弱精症，试管成功的几率也很小。她早就打算正式培养我了，这个孩子的到来算是一个意外惊喜。3年后，我成功接了婆婆的班。徐欣欣被婆婆封杀后，她在国外做外围女的事情也被一一爆出。即便她有着一张魅惑人心的脸，上流社会的男人们也纷纷对她避让不及。到了最后，徐欣欣居然拿着鱼死网破的勇气，给一个年过80的富豪下药。可万万没想到，药效过猛的富豪死在了徐欣欣身上，并且死状极其惨烈。听说那个东西直接在徐欣欣体内爆炸了，而且还七窍流血。徐欣欣不仅被吓到精神失常，还因为犯罪被富豪的子女告上法庭。没有1年，就因为脏病惨死在了牢里。死之前一顿饱饭都没吃上。而燕宇几次胡闹无果后，才发现自己是真的被燕家抛弃了，拿着1个月2万的生活费勉强度日。由奢入俭难，再加上一些平日里被燕宇欺负过的富二代时不时去骚扰他，燕宇的日子不算好过。下班回家后，我爸妈在厨房忙着做今天的晚饭，婆婆追在安安身后，想给她添加衣物。妈妈回来了。看到我回家的安安开心地扑到我怀里，给我举起她手里的积木。妈妈，你看，安安做的好看吗？好看，我家安安最棒了。我蹲下身子，温柔地摸了摸安安的脑袋。是的，我和婆婆、我爸、我妈带着安安过上一家5口幸福的生活。而燕安这孩子也给了我们一个更大的惊喜，没有被他爸那劣质的基因染指，而且在3岁就表现出来异于常人的数学思维。婆婆乐呵地走到我身边，她如今可算是过上了理想的日子。茵茵啊，你比妈强，基因改造计划太成功了。不，妈，是我们俩共同的改造。我朝着婆婆会心一笑，看着地上摆弄算术的样子，仿佛也望到了多年后我退休的休闲日子。对于实力宠爱我的婆婆，我也算是送给了她一个意料之外的天赐礼物了。